在外交舆论战中，中国到底应该是一个君子形象，还是可以当几次小人？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周小飞。有一个问题呢，是我们必须要深入思考的，就是在中国与国外进行的一系列外交舆论中，我们应该保持一个什么样的形象？有些人会说我们现在面对着很多不友好的声音，而面对这些很流氓的态度，我们当君子没有意义，面对流氓讲道理是没有用的。到底是不是这么考虑问题？我觉得这不是个简单的事情。面对这么一个不简单的事情，我们要根据对手、根据环境、根据我们自身的状态有一个充分的考虑。那么很多人在描述外交舆论战的时候都会提到这个话题，既然对方已经表现得如此无礼了，我们过去的一些外交辞令又太温柔、太程序化。很多人在描述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舆论战的时候呢，经常会说我们过去的外交说法这些辞令太温柔了，太程序化了。我们面对流氓需要强硬，面对流氓当君子讲道理是毫无意义的，我们自己也要当流氓。其实呢，这些观点至少说明一点，就是很多人认为舆论战方面呢，我们的力度和国家现有的实力已经完全不相符，也跟广大老百姓的愿望不相符。我们都希望改变这个现状，对外强硬一点，大伙儿才觉得不委屈。一个不可忽视的实际情况是，特朗普当政这几年，中国受到的外交挤压会比以前更强硬一些，所以有这样的情绪一点都不奇怪。然而围绕着我们如何反应，就产生了相关的一系列争论。比如说，面对国外对中国的抹黑和谣言，我们是不是可以使用谣言进行回击？面对敌人的抹黑，我们是不是同样的可以抹黑回去？面对一些丧失人性的攻击，我们的回击是不是也可以同样的残酷没有人性？比如说对其他国家，我们是不是也该偶尔的幸灾乐祸一下？其实呢，正所谓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外交舆论战也是一种战斗。那么我们在战斗中当君子还是当小人，这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是一个非常讲策略的问题。首先说面对流氓能不能讲道理这个问题，那要怎么看？如果你赤手空拳讲道理，那肯定没有任何用处。但是如果你本身实力强大，把实力拎出来之后，对方能够冷静下来，这个时候我们讲道理未尝不可。实际上看我们的历史，这么多流氓也是我们讲道理讲出来讲服的呀。不管是我们内战中，还是我们在国际舆论中，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朝鲜战场上抓到那些美国的或者是其他国家的战俘，我们是不是通过讲道理感化使对方发生改变呢？包括抗战时候那些日军的一些战俘，原来有些人是不是流氓，但是在战俘营中是不是发生了转变？如果我们认为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讲道理，是不是对我们自个儿的感染力，对我们自己的实力太没有信心了？当然了，也不是什么时候都必须讲道理，都必要讲道理的。你不讲道理当然可以，但是关键在于你怎么去表现你的不讲道理呢？举个例子，路上一条疯狗对着你叫，你当然没法跟他讲道理，但是你是选择给他一棍子把他打跑，还是趴下跟他对着叫呢？实际上我们很多网友面对国外的一些谣言呢，能够想到的回击态度不是把狗打跑，而是趴在地上跟疯狗对着叫，你疯我也疯，你说谣言我也说谣言，你脏我也敢脏，我比你更脏。但问题是，你跟对方吵完之后，在其他国家，在路人眼里，你自己又是什么观瞻？也许吵完之后，其他国家不会信任你的敌人，但他们也不会觉得你的形象比你的敌人好到哪儿去。用自污的手法进行舆论战，对付敌人的诬陷，实际上对方可以不战而胜。那么为什么有些国家就敢于不顾形象，敢于使用洗衣粉这样的手段进行造谣？他们不用顾及颜面吗？如果说他们不用顾及颜面，中国为什么要顾及？这要从好几个角度去看手法选择问题了。首先我们要看舆论战的目的是什么，打击对手的形象是不是目的？对有些国家来说确实就是，比如对美国，他只要能够打击对手就可以了。对中国来讲，恐怕这就不是一个目的，而只能是手段，因为中国跟美国条件还不一样。中国目前还需要进一步树立自己的国际形象，进一步扩大影响力，进一步在国际舞台上站稳脚跟，进一步获取信任和话语权。而美国不用美国在全世界把控着经济、政治、军事这些实力，对全世界形成广泛的控制，当然也可以控制全世界舆论走向。换句话讲，他不怕自污，他损失形象之后，他损失得起
而且他有大把小兄弟帮他洗地，我们有吗？我们没法跟美国人比这个。就好像一个有钱人可以随便乱开车，不在乎撞坏一辆法拉利，而你的家底不够厚实，你跟对方拼消耗，你能不能拼得起？而且美国的做法目前已经让美国的国家信誉受到了严重的损失，至少 CNN 这些媒体在中国很少有人信了。难道我们要学美国，跟着一起损失我们的国家信誉吗？所以当我们必须强硬反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出手必须稳准狠，让对方真正知道冒犯中国必须付出代价。同时我们也要控制一下我们自个儿进行舆论战消耗和成本又是什么。再有一个就是特别要注意国际环境。在国际关系中有一个理论是安全曲线理论，并且涉及到2个点：安全临界点和绝对安全临界点。当一个国家处在安全临界点之下的时候，周边国家认为这个国家对我没有威胁，它怎么发展怎么说我都不在乎。而中国应该已经跨过了这个安全临界点，至少周边国家拿我是没办法了，不可能威胁到我的安全。现在中国跨越了安全临界点，又没有跨越绝对安全临界点，在安全曲线理论中，这个位置恰好是快速发展最容易受到邻居猜疑的一种位置。而美国已经超越了绝对安全临界点，是一个怎么说怎么做周围邻居都只好服从的地位，所以双方的地位不一样。那么我们要的跟美国要的不同，美国可以挥霍自个儿的国际信誉，中国还要争取自己的国际信誉，同时要消除周边国家对我们的困惑、对我们的紧张、对我们的疑虑，这就是环境差异。所以我们和美国的舆论战措施如果对等的话，效果可能就完全不一样。判断外交舆论战的胜负得失靠的又是什么呢？其实就是看经过这场较量，国际环境对我们是比以前更有利还是更不利，支持我们的国家是变多了还是变少了。特别是要看长远的得失，而非眼前的国内媒体的赞誉。有技巧有策略的反击不是隐忍，我们不当小人绝不是我们跪下，而如果我们采取毫无章法的应对，只是用我们自己的错误让对方犯了致命错误之后还能获得重新喘息的机会。所以中国真正需要的是一次一次外交的胜利，用对方的失误在舆论战中帮我们打破围堵，让一带一路能够顺利的走下去。对任何一个国家而言，当它拥有足够的力量时，周边国家自然会关注这个国家所发出的声音，关注这个国家的言行。那么关注这个国家与自己的关系，就能够判断自己将获得强大的支持还是新的威胁。所以一个国家的外交水平也决定了它在各个发展过程中会给自己增加更多的助力还是阻力。不同历史阶段外交战略、舆论技巧的变化和调整，都体现了国家在力量和技巧上的平衡，堪称是最恢宏的艺术。中国崛起距离最终的成功亦不遥远。这个阶段我们需要的大国外交是什么样子？中国的外交宣传、争夺舆论空间的技巧又应该重视什么？我会在接下来的精品栏目中和大家一起分享我个人的思考和意见，欢迎大家的关注，也期待更多的人一同让我们的思考变得更加深入、更有价值。